你脚下踩的是地球，你活着的地方叫世界，抬头望见的是宇宙。你觉得自己很小，但你经过的每一刻，其实都踏进了一场极大的故事。你正活在三者交错的真实里，一颗行星，一段历史，一个宇宙。45亿年前，它还是一团燃烧的岩浆球，经过亿万年的冷却与撞击，地壳慢慢形成。地底下还在翻腾，地壳板块互相挤压，形成了山脉、海沟、大陆与火山。大气层从有毒变得可呼吸，是因为早期的蓝绿藻释放氧气，这些氧气让生命有了机会。地球上的生命从海里诞生，从微生物变成鱼类、爬行动物、哺乳类。恐龙曾经统治世界，直到陨石撞击导致大灭绝，地球再次重置。最终我们人类在东非草原站起来，没有利爪，没有翅膀，却拥有语言与想象力。我们从森林走出来，学会用火与工具，一点一滴与其他生命拉开距离。但别忘了，我们的骨头里仍然有钙，是来自深海的矿物。我们呼吸的氧是早期藻类留下来的恩赐。我们不是拥有这颗星球，只是借住在上面而已。地球花了几十亿年把岩石变成泥，把泥变成河流，把河流引出绿色的森林，然后让一种渺小的生物学会呼吸、奔跑、思考，最后开始质问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地球从不属于谁，它只是暂时让我们住下。当它用地震、气候、洪水提醒我们，我们才知道它不是背景，它是活着的存在。这颗星球至今仍然在变动，默默承接我们的诞生、毁灭与重组。世界是人类在地球上编写的故事，不是山川湖海，而是语言、制度、信仰、战争与梦。地球让我们活着，世界是我们怎么活。从苏美文明的泥板开始，人类第一次是用着文字记录现实，包括农作、交易、祭祀、法律，不再只靠神话与记忆，而是写下来，留住它。这是人类第一次掌握秩序的工具。古希腊人则开始问，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灵魂？他们在市集辩论，在剧场演出，建立哲学、数学、民主、历史、逻辑。人开始相信，我们可以用思考了解世界。但到了罗马，这些思想变成统治工具，军团征服疆土，道路连接城邦，法律、货币、语言随着战争一起扩张，哲学变得沉默，权力成了新的中心。帝国崩溃后，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，教会垄断语言，科学被视为异端，黑死病席卷城镇，1/3的人口在短时间内消失。在这样的恐惧里，人们不再追问真理，活着变成一种赎罪，而不是选择。对真理的压抑，终究让人开始怀疑神权的绝对。文艺复兴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从沉默中爆炸。文艺复兴让艺术与理性回归，人开始重新画自己，解剖身体，赞叹自然。人本身重新被当作值得理解的存在。科学革命随之而来，望远镜看见星星的真相，显微镜发现了生命的结构。人类第一次敢说，神可能错了，光透了进来。但这份自信也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工业革命让城市扩张，资本堆积，殖民全球，资源与权力的争夺演变成全面性的杀戮。一次世界大战是机器与国族的对撞，二战是意识形态与屠杀的极限试炼。这两场战争把世界打碎重组。战后的世界表面上和平了，但也留下一个没被说破的真相。我们没有真的反思，只是更聪明的继续控制、竞争、扩张。我们用战争中诞生的科技建构和平，用效率掩盖恐惧，用系统压过混乱。战争没有让人类学会停止，只让科技跑得更快。我们用毁灭彼此的逻辑建立起和平的假象。现在的世界看似便利、文明、有秩序，但人们越快，也越来越困惑。我们建造了一套系统，但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被系统困住了。这就是世界，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国家或地图，而是你每天使用的制度、工具、日历、学校、政府、科技，其实都还绑在这段历史的残留里。你正在继承人类的选择。人类写了5000年的剧本，而你现在是他的演员，也可能是下一页的作者。如果世界太乱，你也许会选择抬头看星星，但宇宙给你的答案不是安慰，而是沉默。当我们仰望星空，其实看到的不是现在，而是光的残影。你眼前的星光可能来自几千年前，
一路穿越宇宙才抵达地球。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有上千亿颗恒星，像银河这样的星系在宇宙里还有数兆个。宇宙里每天都在发生剧烈的现象，恒星诞生于气体云中，燃烧数十亿年。老去的恒星爆炸成超新星，喷出金属与元素，有些崩塌成黑洞，把光与时间一起吞噬。行星互相撞击重组，有些可能也孕育生命。而这一切不需要我们参与，也不会因为我们而停止。宇宙并不关心你，但它也没有排斥你，它不回应，不干预，却也从未缺席。你也许只是其中一粒尘埃，但这颗尘埃能思考宇宙，想象过去，选择未来。这就是你与宇宙之间的奇迹。你现在正经过这3层世界，一颗正在呼吸但可能生病的星球，一个由历史和惯性组成的世界，一个沉默、冷静、广大的宇宙。你要怎么使用它们，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。你可以只是生存，也可以选择活着，可以适应，也可以选择理解。你不是全知的神，也不是无力的尘埃，你是能思考、感受、选择的人。当你知道你从哪里来，才真正能走出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步。